继续分享飞象速胜飞刀棋局第2局。黑方依然是当头炮展开攻势，双方快速出动子力。黑方出车抓炮是一个先手，红方出车保住，进车过河前来压制。那么在这里我们做一个开局分析，黑方这步棋过于急躁，比较好的就是进车巡河，将来接应自己的右方子力，形成一个稳步输出。红方冲兵，双方互挺兵卒，红方称势准备出贴身车，黑方摆炮。好，走到当前局面，上一局我们为大家提到过，黑方有2种走法。第一局呢，选择马2进1，左右子力均衡出动。本局我们着重看他第2种走法，品车压马，势必在这里开局要得子。同时红方在这里也是采取了一个巧妙的引诱弃马战术，一旦马受到围攻的时候，势必用炮来进行还击。黑方进车吃掉马，好了，无形当中黑方这个车就陷入了十面埋伏。同时我们也在这里为大家分析一下3七路马这个位置的独特之处。左方是市口，右方是车道，同时边上又是巷口，那这样的话这个车是在这条线上是无法生存的。此时平炮立刻展现反击之势，退炮一打卒的话，先手打着车，而且前方瞄着巷，一招苏秦背剑，立刻展现出杀机四起。我们来看黑方如何化解这个尴尬呢？他要么把马跳开，要么赶紧退车。首先我们看马7退9的话，红方既可以进车，形成了得子，那得回失子的话，车炮也能展开底线的攻势。那么还有更加稳妥的走法，进炮，形成一个迂回策略，平炮打7路卒，依然是打着车。这个攻势既形成火力集结，又是展开反击。无论是黑方是左5进1还是左7进1，红方都可以再次进车。那这样的话，双炮双车子力非常的通透，势必能够快速抢夺中路。2个马位置非常的被动，很明显这个局面红方是非常有优势。好，我们稍作返回一点，我们再来看黑方的第2种策略。如果说马7退5呢，窝心马势必开局陷入了劣势局面，红方一招进车立刻锁定胜势。因为此时既可以出帅叫杀，这里马和象还不好走动，势必再次会白白的送子。好，这个走法呢我们就点到为止。我们继续来看本局的精华妙招之处。那既然跳马都不行的话，赶紧退车，提前选择避让，退炮一打卒，只好选择避让。这时候红方展开非常精妙的攻势，进炮打掉象，先手一将军乘势，此时炮甩边路，目的进车形成一定的抽将之势。黑方提前避让。好了，我们在这里来看看，现在很明显单车炮没有任何进攻的优势，务必得想办法启动后方力量。进炮这步棋可以说形成一个碾压之势，封锁他的车马，同时封锁下二线。下一步棋进车就是个杀。黑方现在如果说把势给撑开的话，这个车迅速砍底势。无论是他这个是撑到哪里，6路车立刻大军杀到，进车有杀棋怎么办呢？退炮先格挡一步。这时候出现本局惊天妙手，大家来看看换作是你的话，能不能走出妙手杀棋呢？好，给大家5秒钟的时间，大家也不妨思考一下。如果说能够看出来的话，基本功肯定是相当了得。进车直接弃车砍势，首先说明如果说退势吃车的话，
这里进车一点是一个杀棋，反而3路炮啊帮助了红方。那么如果说不吃呢，那只能将6进1，这时候双车，再把老将请上3楼，退炮再来一将军。现在只能把马跳开。这个马的话看起来位置很多，马7进8，马7进6，还有马7退6，看起来顽强。无论他这个马走到哪里，红方都是弃车砍马，底线将军。黑方仅此一步，退是吃车，再次2度弃车。这时候又有2种杀法，退车形成了双炮一车杀棋，同时还有一招更加欺负人的走法，平车超底线杀棋。好了，朋友们，今天这局你觉得怎么样呢？虽说是一个飞刀，但是很明显的为我们展现出3-7路马独特位置的优势，这也是骑马局开局采用的惯用陷阱。好了，朋友们，今天这局就为大家先分享到这里。